感谢各位1年多来订阅追踪的朋友呢，你们长时间的观看呢，让我的 YouTube 频道呢得以开通这个专属会员的功能。那我可以坦白说，YouTube 的会员功能本身没有什么实质作用，但是你捐献的一小步呢，是支持重度身障者生活的一大步，也是打造一个成功的案例，让我们身障者呢，就算在家也可以有生存的空间、生活的管道，是对身障者自立生活的一份助力。那各位也可以按影片下方的超级感谢，用每个月1杯饮料的钱呢，来支持我们，鼓励我们，让我们有创作更新的动力，也让我们有生活的空间。大家好哈，大家还记得呢？上周我已经有教大家呢如何去算这个 Facebook 粉丝团去做这个 AI agent。那我们现在呢就是来实做如何让这个 AI agent 在这个实物上的应用啊。那 AI agent 呢，我们现在要搭配 N8N 最新功能 Data Table。这个 Data Table 是什么呢？其实呢，现在你已经可以在 N8N 自己内部呢建立一个你专属的资料库。那以前呢，我们的常用做法通常都是外接一个 SQL 的资料库，或者是你串你的 Google Sheets 哈。那这种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呢，你如果串这种 Google Sheets 这种外接 API 的话，有时候资料流会断掉哈。那你如果用自己 N8N 内部的资料库就没有这个问题。那这个功能呢，你必须 N8N 更新到113以上才有，1.113以上才有，113以下是没有的这样。那更新完之后呢，你在你的 Workflow 这里就可以看到 Data Table 的功能了。这边哈，那要怎么用呢？其实很简单哈，这里 Create Workflow 这里按下来，这里有 Create Data Table， 那你就点下去啊，然后你就打你的 Data Table 的名字，你可以随便选，像我这个是与植物相关的，你就可以写 Plant， 那你也可以写1234，随便你。我们今天在做测试哈，再做一个 Data Table 给我看。好，这样 Data Table 呢，这样就建好了哈，然后你按加呢，就可以 Add Row， 然后你按这里呢也有 Add Row 跟 Add Column， 好 ，Column 就是上面这个东西，我给各位看了哈。Add Row 就是下面这个东西 ，Column 就是上面这个东西。那我们可不可以把 Google Sheets 的所有资料都给拉过来？答案是可以的哦，而且非常的方便好用。那要怎么用呢？我们来试试看哦。我们要先把上面这些东西给建立起来。你可以按这里，也可以按这里，啊，你自己看你自己开心。好，我按这里。那要注意哦，你所有的项目名称呢，你所有的上面这个 column 的名称，你必须用英文哦，不可以用中文哦。然后这里呢有4个属性你可以选，一个是字串，一个是数字，一个是布林，一个是时间哈，这个都是你可以选的。好，这样呢，我们就是对应这个 Google Sheets 呢，这里都做好了哈。好，那我们现在呢，就可以来试一次给各位看了。现在这里呢，一样哈，我们就是一个 Google Sheets 节点进来，就是我们这一个。然后呢，我们要把 Google Sheets 的资料全部插入到 Raw， 哈，就是把它都拉进来。我来执行一次给各位看。来，我来执行一次给各位看。好，来执行了，你看，现在呢，我们把每个资料的内容都读进来了。然后呢，来看看哦，我们现在就是把每一串呢，把它拉进来。好，那我们现在这里呢，就是要选插入哈，然后这里选我们刚刚的这个资料库 Print Price， 然后呢，把所有的项目呢对应拉进来。
好，这个样子呢，你就可以按执行，然后呢，它就会全部写入了。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它就全部都写进来了啊。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现在来进来看看，有没有？它就全部都写进来了。好，那这样呢，我们来测试一下，它到底有没有真的写进去啊？我们用一个 AI agent 在这里，现在马上问在这里啊，我直接问他778多少钱？好，我直接问他这个778多少钱？这个 AI agent 下面就是串一个这个资料库哈。来，我们先把资料库换过来哈。这个 AI agent 下面就串这个资料库，然后呢，这里呢，它就是会告诉我这个多少钱跟图片网址。好，来我们来执行。好 ，OK， 他已经有回复我了哈，没有问题哦，就是这样，哈。那这里呢，因为是把它做成阵列，所以你看它回复会变成这样。那这个无所谓哦，这个通常我们会后面会串接 Line、Telegram 或者是 Facebook 哦，所以这个看起来你绝对不会是这样的啊。那我们这里呢，也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执行过程哈。没有错啊，他真的是去资料库捞，然后捞完之后呢，跟你说多少钱，那你也可以问他说呢，你也可以问他说植物怎么照顾啊，他也是会告诉你的哈。那你如果不是问多少钱的话呢，他也不会给你这个图片网址，这样啊。那基本上就是这样了啊。这就是这个 data table 的用法。好，那我们现在接下来呢，就是真的应用到 Facebook 的 AI agent 啊。我们可以呢，在这个粉丝团这里呢，我们可以在粉丝团这里呢，一样串接这个 AI agent 的这个资料库啊，然后呢，再利用这个 AI agent，你看这个系统提示值呢，跟他说呢要去这个捞资料库问的。当我问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如果问题呢是与植物相关的话呢，那你就去捞资料库看有没有相关的回复，这样。然后呢，一样哈，它这里就会有这个结构化的输出。那主要呢，我们这里回应呢，后面就要改，这边就要改哦。这里这 text 呢，因为我们后面输出是阵列，所以呢，我们必须要跟他说呢，我的文字讯息呢是哪一项，这样。那图片的话呢，就是更进阶的应用了。我来给各位看看。我来给各位看看了。通常呢，回应讯息呢，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回应文字讯息。那你如果要文字讯息后面再加图片呢，这是更进阶的应用了。那我们呢，在这里呢，就先不讲，因为这个是另外一个用法。这样，好，那我们就是先跟各位介绍怎么用文字讯息加入回复，这样。那一样哦，我们把它打开哦。我们打开，各位，这个我们在上个礼拜的影片都有讲过哦。不知道的人请去看上个礼拜的影片。粉丝团的功能，我们在上周34集呢，都已经有跟各位讲过了哦。不知道的人呢，请回去看34集哈。那我们现在呢，就是多加了这个资料库的功能，这样就是我们现在来问问题测试啊。然后我现在问他775多少，有没有？他就会回复我了哈。那我再问他哈，有没有？他都会回复我哈，基本上都是没有问题哦。
那我们可以来看，对不对？775是海吃干，然后规格呢？规格一样吗？也没有错，规格是一样的。对，没有错，规格是一样的，介绍也是一样的。那种植方法呢？种植方法也是一样的哈，没有问题哈。你看，这就是非常好用的这种公司资料库的报价。那网址呢？这种网址是更进阶的应用，这个不是真的你可以点的，因为这个都是 Facebook 后台背后的图片 ID 哦，所以呢，等于说你还要去抓后面这个后台的图片 ID，然后再利用 Facebook API 去呼叫，这个是已经更进阶的用法了哈。我们这个留着下次再讲啊。那这样呢，我们就可以用 Facebook 加 AI Agent 加 M8N 的 Data Label 去做这种非常强而有力的这种你的报价机器人或者是专业型客服，这样，这就是 M8N 最近更新很强大的功能，你再也不用外接这个 Google Sheets 随时怕资料流断掉。好，如果觉得我影片对各位有帮助的话呢，请帮我订阅、分享、按赞，谢谢各位。